暴雪末世来临前，我却因熬夜通宵做40个小时的末日合集，累晕在电脑桌前。阴差阳错，在梦中预知到冰封末世即将来临，这一回我要护好全家活下去。我是一个末日动画博主，在我因为熬夜通宵 K 针累晕后，我做了一个冗长的噩梦。醒来后，我全身直冒着冷汗，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粉丝催更压力过大，出现了幻觉。可那刺骨的寒冷令我回想一下都会冒鸡皮疙瘩。我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自己的脸，准备先去洗把脸冷静一下。卸完妆后，我回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沉思。如果那个噩梦是真实的话，那我脚下这一片土地即将在不到2天的情况下面临一次毁灭性的灾难。全国的气温骤降，且所有供暖设备失灵，大多数人将在极致的寒冷下绝望地一点一点死去。我暗暗下了决心，既然上天给了我一次预知的机会，我就不能坐以待毙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保护我的家人。我立刻打电话，喂，妈，咱们今年去老家过年吧，好久没回了。你们现在先收拾东西，多带些厚衣服，我等会去接你们。我妈有些诧异，你这孩子之前不是一直嫌弃老家不方便吗？怎么这么急匆匆的就要去？这时我回想起噩梦里我刚回家和父母过除夕，在春晚即将开始时，世界突然变得一片漆黑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所有人还沉浸在对物业的谩骂中，以为是小区电路出了问题。但随着温度越来越低，有人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好像越来越冷了。我和父母找出了家里所有的衣服被子盖在身上，可世界像一个巨大的冰窖，我仅仅只熬了1周，就在父母怀里失去了意识。在我死去的前1秒，我还在怀念没吃上的年夜饭和我即将到来的23岁的生日。思绪回笼后，我在电话里安抚着母亲的情绪，然后立刻准备收拾东西，带着父母回老家。马上开车开足了马力，就向父母家驶去。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活下来。还好路上并不堵车，我很快到了父母家门口。月月啊，怎么这么着急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和你爸？我看着面前一脸认真关注我的父母，沉思了几秒，开口，爸妈，我一会儿要说的事情可能会超出你们的认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。我一字一句说出了噩梦中的经历。父母本来抱有疑惑，可在我准确无误地说出了噩梦里今天发生的一切热点事件后，父母的表情逐渐变得凝重。沉默了一会后，最后还是我爸开了口，月月说的有理，要是真发生了这样的事，我们在现在的居民区里无异于等死。老宅远离城市，周围还有很多树木，哪怕是没有供暖，我们也可以砍树取暖。行，月月，妈听你的，我们先回老宅收拾东西，你有什么要准备的就告诉我们。我对上父母信任的眼神，点点头，一股暖意涌过心底。这一次我们一家人一定要活下来。我让爸妈先开车回老宅清点下里面的物资和周围情况。我有一个比采购物资更重要的事。噩梦结束的时候，我清晰地记得在市区一个古董店里有一块雕像样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末世是否能活下去的关键。它能发热，在零下10几度的极寒条件，这就足够救我们的命了。我按着记忆来到了市中心的一个店里，我在店内四处寻找着雕像的影子。我皱眉，按照记忆里的位置，不应该出错啊。我又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依旧没有一丝痕迹。正当我带着疑惑走出店内的时候，你是在找这个吗？记忆里的雕像正静静躺在男孩手里，我伸手就要去抢，男孩忽地收了手，一脸认真道：你也做了那个梦吗，姐姐？我身子一顿，开始认真打量起来我面前的男孩。不是，哥们，你长这样叫我姐姐。男孩无视我的话，又问了一遍，只是语气逐渐变为肯定。你果然也做了那个梦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这时也没有纠结被一个长得比我还老的男人叫姐姐的事，低下头思考利弊。我们可以共享这个雕像，条件是你要让我和奶奶和你住在一起。男孩见我沉默，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似，把雕像交到了我手里。他看着我有些错愕的模样，开口道：我相信你姐姐，雕像先给你，这是我的诚意。我摸着手里冰冰凉凉的触感，思考再三后给了他一个地址。你奶奶要是行动方便的话，就按照这个地址走，至于你要和我留下来干一件大事。我从男孩那里了解了梦里的各种细节之后，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老家不够安全，末世里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。我回到家和父母说清了我的担忧之后，我爸决定将避难所建造在我家以前在山林外荒废的一个农家乐。我爸让我和男孩先去再囤积一些物资，他去购买材料修建安全堡垒。
事不宜迟，我立马准备带着南海去市里最大的批发市场。这时候我才发现还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就问他名字。怎么了，姐姐？我叫毛不凡。啥？你说你叫啥？我叫毛不凡啊。怎么了？很奇怪吗？没事，我只是得了一种听到这个名字会笑的病。为保安全，我给我们2个都换了一套衣服，掩人耳目。到了批发市场后，我立刻联系了市场经理，说明自己是来大批量采购的客户，要求直接对接仓储区。市场经理见我出手阔绰，也没有多问，直接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我们。我第一个目标是燃料区，这是整个末世生存计划里最核心的一环。雕像能发热不假，但它的热量有限，不可能支撑整个农家乐所有人的取暖需求。而梦里那种寒意是会把人从骨头里一点一点往外掏的冷，绝不是多盖一床被子就能撑过去的程度。我把市场里所有的固体酒精全部清扫一空，要了整整4大箱，又拿了10几桶的白炭和无烟煤。煤这东西体积大，我没有多拿，只够应急用的量。重点是那些小型的户外卡式炉气罐，我让工作人员去仓库里把所有库存都搬出来，一共清点了200多罐，全部装箱。第2站是食品区，末世里热量是命，我优先选择了卡路里密度最高的食物，压缩饼干、牛肉干、坚果混合装、巧克力、麦片，这些东西轻便，保质期长，热量够。我没有贪多那些需要复杂烹饪的食材，只拿了最基础的大米和面粉，各备了200斤，够一家人撑几个月的。罐头是我花时间最多的地方，我几乎把货架上所有种类都扫了一遍，午餐肉、鱼罐头、豆豉鲮鱼、番茄酱、炖牛肉，各类蔬菜罐头也没有落下。末世里维生素的摄入是很多人忽视的事，人不可能只靠碳水和蛋白质撑过漫长的冬天，坏血病和各种营养缺乏症会在悄无声息中把人拖垮。我还特意去找了一批脱水蔬菜包和干香菇、木耳、笋干这类干货，这些东西体积小，重量轻，长期保存没有任何问题，泡发之后就是一顿像样的饭。糖是我额外多拿的东西，白糖、红糖、蜂蜜各备了一批。极寒条件下，人体消耗热量的速度是平常的好几倍，糖是最快速直接的能量补充方式。梦里那段记忆告诉我，低血糖在寒冷中会比想象中来得更快。第3站是医疗区和个人用品区，这部分我没有犹豫，直接找了品类最全的那条货架通道，从头扫到尾。退烧药、止痛药、消炎药、感冒药各备了3倍于平时需要的量。冻伤药膏是我专程让工作人员去仓库里翻出来的，这东西平时不太有人买，仓库里积压了不少，我把所有库存都带走了。止血绷带、医用纱布、碘伏、酒精棉、医用胶布，这些基础的外伤处理用品我各备了2大箱。还有体温计，我拿了1沓，玻璃的和电子的各一半。末世里电池是消耗品，不能只依赖电子设备。暖贴是我在这一区花时间第2多的地方，我几乎清空了整个货架。这东西轻便便宜，关键时候贴在心口和腰背能救命。我还找到了一批手握式暖手宝，是需要捏碎内心混合发热的那种一次性款，虽然只能用1次，但胜在不需要电，是真正意义上可靠的应急热源。棉手套、毛线袜、护膝、耳罩、脖套，我把所有保暖小件能找到的都带走了。在极寒环境里，四肢末梢是最先失温的部位，这些东西比任何华丽的羽绒服都要实际。第4站是工具区，我让毛不凡在这里自己做主，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多说，径直走进了工具区。他要了3把多功能折叠军刀、2卷粗麻绳、1整套密封打包胶带、2把手动气筒、几卷防水篷布，还有一批扎带和铁丝。他在5斤货架前停了一会儿，拿走了2把铁锤、1套撬棍、几把不同型号的钳子和螺丝刀，以及一批备用螺栓和铁钉，还要了一批老式的铸铁炉子，那种老旧的燃柴取暖炉，不需要任何电路，只要有木柴就能烧。结账的时候，我刷出去的金额让旁边的收银员愣了好几秒。我在末世来临之前还有一点积蓄，是接了整整半年商业接单攒下来的钱，本来打算年后换一台新的剪辑电脑，但现在这些钱放在口袋里已经毫无意义了，不如把它变成真正能救命的东西。货物太多，我临时雇了市场里的搬运工帮忙将所有东西装车，让他们送到我租的山脚下的临时仓库内。我准备等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偷偷自己开车运到安全堡垒。购买完物资好久，我开着车往城外的方向开去。窗外的天空有些阴沉，云层压得很低，像是一块巨大的铅灰色幕布缓缓向下坠。风把路边的枯树枝吹得哗哗作响，
行道树上残存的几片枯叶打着旋儿飞远了。空气里有一股我很熟悉的气息，是噩梦里那种刺骨寒意的前兆，干燥、尖锐，带着某种无形的压迫感钻进鼻腔。我立刻加快速度开向家里。到家后得知老爸的安全堡垒改造进展得也很顺利，我紧张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了些。末日到来的那天傍晚，天色压得比任何一个冬日都要低沉。我不是什么圣母，也懒得多管闲事，我可不想自己作死去惹事，只要能护好我的家人就行。这一次我一定可以活下去。